咗好多集啦，但係都冇進步啊。因為你冇正確嘅方法，今日我哋就講下應該做啲乜嘢令到我哋嘅英文成績進步神速。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Misschauchau 教室。如果大家第一次進入呢個 channel 嘅話，呢個 channel 係關於讀書、考試、學習嘅方法嘅。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仲有撳埋隔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有關考試讀書嘅資訊啦。好耐冇見啦喎，唔知大家嘅英文成績進步如何呢？趁住就嚟暑假，我哋就不如分享下呢個暑假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嘢，令到自己嘅英文進步神速啦。英文嘅能力，我會分兩方面去理解。第一方面就係英文考試嘅能力，就係用測驗考試嘅分數作為一個指標。考試測驗成績好嘅話，係需要專業嘅導師幫你嘅。而第二方面嘅能力就係英文嘅閱讀能力啦、表達能力啦，或者對各方面文法嘅理解能力。而呢一方面其實可以自己做到好多嘢去進步嘅。雖然呢兩方面嘅能力訓練方法唔同，但係呢兩者係息息相關嘅。如果你嘅英文整體能力係高，你嘅英文考試成績亦都係好容易去進步。而當有專業嘅導師幫你嘅時候，你亦都會進步得快好多啦。所以進步嘅關鍵就係有好嘅專業導師幫你手，再加埋學生嘅自覺性，就係進步神速嘅方法啦。我哋先講第一方面，英文考試嘅能力點樣去進步啦。我頭先都講咗呢方面嘅能力呢，如果你想快速或者係比較一針見血咁樣進步嘅話，你係需要專業嘅導師去幫你嘅。如果你想你嘅英文考試能力高，第一樣嘢要識嘅就係考試技巧，例如做卷嘅時候邊啲方面要特別注意呢？有邊啲字眼要特別留意呢？例如係呢一類要答 short answer 嘅題目。第二題 When was the magazine first published？你會點答呢？俾埋你揀啦，係 in January 2021定係 January 2021呢？答案係 in January 2021。當個問題係 when 嘅時候呢，我哋係需要用埋個 preposition in 嘅。如果當條問題係問 in which month was the magazine first published 嘅話呢，因為問題已經有 in， 所以呢，你就唔需要再用到個 preposition 啊。做閱讀理解嘅時候，點樣先可以準確地、快速地揾到準確嘅答案啊？做閱讀理解一定係先睇題目，後睇 passage。Step 1，邊啲重點字你要知道呢？好明顯即係 past tense 啦 ，OK？While 當應該點樣分配時間啊？仲有就係你識唔識得審題嘅方法呢？睇到條作文題目嘅時候，應該點樣去思考？要分幾多段？個結構應該係點樣啊？每一段又應該寫啲乜嘢嘢呢？呢一方面 Misschauchau 就幫到你啦。而家我嘅 Summer Course 可以幫到升小五、小六同學嘅呈分試，你可以睇下 info box 裏邊嘅資料，考慮自己適唔適合啦。去到第二方面就係英文整體嘅閱讀能力、表達能力、對各方面文法嘅理解能力，而呢一方面係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幫自己去改善。方法一，揾兩本筆記簿，成為你兩本專屬你自己嘅考試秘笈。第一本可以係一本 vocab book，vocabulary book 咧就攞嚟記錄你隨時隨地學到嘅英文詞彙啦、表達嘅句式啦、表達嘅方法啦，等等等等嘅嘢。總之就係當你見到一啲有用嘅嘢嘅時候，你就可以寫低。我見到好多同學寫嘅時候，淨係得詞彙同中文解釋，咁樣係唔夠㗎。等我教你個方法啦。喺寫生字嘅時候，記住唔係淨係寫生字同埋解釋，仲要寫埋佢嘅 part of speech。part of speech 就即係話佢嘅詞性，分別係 noun 名詞、verb 動詞、adjective 形容詞、adverb 副詞等等。咁除咗寫佢個 part of speech 之後呢，隔離呢你就可以寫翻佢嗰個意思啦。例如呢隻字 controversial， 咁係一個形容詞嚟嘅，就代表好具爭議性啦。當你去學一個生字嘅時候，唔應該淨係學嗰個 part of speech 嘅字，所以當你 check 嗰隻字嘅時候，應該睇埋嗰隻字嘅唔同 part of speech。例如呢度 controversy 就係佢嘅名詞啦，而 controversially 就係佢嘅副詞啦。之後就可以寫翻你要學嗰個生字嘅一啲 example 嘅句子啦，等你知道點樣運用嗰隻字啦。如果你再有多啲心機嘅話，甚至仲可以寫埋唔同 part of speech 嘅例子，咁你就更加理解嗰隻字啦。例如呢個例子 ，Whether our school should eliminate the ranking system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就
就係想講，究竟學校應唔應該去刪除一個喺考試嘅時候排名嘅制度，係一個好具爭議性嘅議題。再下一個部分就係寫 collocation。collocation 嘅意思就即係話呢隻字多數會同啲乜嘢字一齊去運用嘅呢？做呢一樣嘢嘅好處呢，就係當你測驗考試，如果你要填充嘅話，當你見到其他相關嘅字嘅時候呢，你就會諗到呢一個刪字啦。同時，當你喺自己作文啊、作句嘅時候呢，你想講類似嘅嘢嘅時候呢，咁呢你就可以用到呢隻刪字去配合其他嘅字，咁就可以避免到一啲 Chinglish 嘅問題啊，或者一啲詞不達意嘅問題啦。用唔同嘅顏色就可以表達得更加清楚啦，而且睇起上嚟就更加容易啦。另外，當你學一個刪字嘅時候，你發覺佢嘅英文解釋好難去理解。如果下次當你去溫習嘅時候呢，你都冇辦法因為嗰個英文解釋而了解到嗰隻字嘅意思。OK 嘅，你可以寫中文喺隔離嘅，咁最重要都係學咗嗰隻字啫嘛。另外就係當你去揾嗰隻字嘅唔同 part of speech 嘅字嘅時候，小心啲。有陣時呢，雖然佢個樣好似樣，但係佢嘅意思未必一樣。例如 conservative 本身呢隻字係代表保守，但係如果你見到一隻字 conservation 呢個係一個名詞嚟嘅，佢係代表去保護、保育環境啊，或者保留一啲舊嘅建築啊等等，所以咧就同本身 conservative 咧嘅意思咧係有啲唔同嘅。當你去學一隻字嘅時候，你就要小心啲留意呢個部分啦。寫埋個例子喺度 ，Old people tend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don't accept new changes。咁你就更加知道，多數保守都係形容老人家，而 collocation 咧，你寫 a conservative society 或者 a conservative outlook， 咁就等你自己可以知道，可以講係一個保守嘅社會或者一個保守嘅展望啦。第二本就係你嘅錯處筆記，錯處筆記就係攞嚟記錄自己嘅錯處嘅。錯處可以係串字上面嘅錯處，表達上面嘅錯處，總之就係自己嘅錯處啦。無論你喺學校犯咗嘅錯處，自己補習嘅時候，補習老師話俾你嘅錯處，或者你自己做練習嘅時候嘅錯處，通通都寫晒落去。等我教你個方法啦。首先就係將你本簿嘅紙對折，一邊呢就係攞嚟寫你嘅錯處，而另外一邊呢就係寫正確嘅做法。左右邊都係分翻唔同嘅顏色，左邊可以寫錯咗嘅嘢，可以用紅色，而右邊就係寫啱嘅做法，可以用綠色。例如老師話你呢個句子係錯嘅， Your face is so green， 你本身就係想講你病到面青青呢。正確嘅做法就可以話 You look so pale，或者係 Your face is as white as a sheet， 咁你就可以將佢寫喺右邊啦。除咗係一啲表達方式嘅錯處之外，你仲可以寫一啲你成日串錯嘅字啦。例如呢隻字 suddenly， 咁你就將自己嘅錯處寫翻去左邊，然之後將啱嘅串法寫翻去右邊，咁就得噶啦。喺 Misschauchau 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Misschauchau 嘅 Teaching IG 上面都有記錄到一啲學生嘅 Chinglish。如果你唔想自己犯 Chinglish 嘅話，咁你就去睇下啦。仲有講埋點樣去表達一個啱嘅方法，咁呢啲都可以係成為你自己嘅筆記裏邊嘅內容。如果你有齊自己嘅 vocab book 同埋自己嘅 mistake book， 時間耐咗，你就可以累積好多唔同嘅詞彙啦，亦都可以提醒自己嘅錯處唔好再犯。呢個嘅方法一定幫到你，但係呢個方法亦都需要好多時間同埋恒心啊！記住，語文係冇一朝一夕嘅方法，唔係你瞓一覺第二日英文就會變好嘅，必須要有恒心同埋持之以恆嘅耐性，多啲去接觸，咁咧你先至會容易進步噶。方法二，睇 IG、睇報紙、睇書。好多家長同我分享，佢嘅仔女唔中意睇書，又或者買完啲書翻嚟根本唔啱佢小朋友睇，買咗翻嚟都係封塵。咁究竟應該睇咩書先至適合佢呢？其實睇咩書呢一個呢係好個人嘅一個選擇嚟嘅。呢本書適合你嘅程度唔等於佢中意睇，又或者佢中意睇亦都未必適合佢嘅程度。當唔適合個學生嘅程度嘅時候，因為好多嘅唔同嘅 vocabulary， 或者佢根本唔明白入邊講咩嘅時候，根本就唔會提起到興趣睇。所以個重點唔係一定要睇書，而係要不斷保持住同呢個語文去接觸嘅一個機會。所以其實就算你睇IG 或者睇報紙，都可以達到同一個目的。
睇 IG 令到英文進步嘅方法，我喺呢條片有講過成個方法點樣做嘅，你哋大家可以睇下。其實睇咩都係冇所謂嘅，最重要嘅嘢就係揾到自己中意嘅題材，同埋重點就係一路睇一路記得一啲可以學到嘅嘢，表達嘅方法、詞語、句子等等嘅嘢，甚至可以記低自己一啲嘅諗法，而唔係睇完就算。因為喺學習嘅過程中係需要 input， 然之後再 output。如果你只係會輸入喺你個腦袋裏邊，或者你唔記低嘅話，其實好快會唔記得㗎啦。如果你可以 input 完，然之後將佢記低，甚至表達自己嘅諗法，咁呢個學習咧就可以深刻好多啦。如果大家覺得以上嘅方法有用嘅話，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有關考試讀書嘅資訊啦。係咁啦，拜。